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原来把白醋倒在燃气灶上面，作用居然这么厉害，解决了家家户户的大烦恼。方法简单，既省钱又实用。大家好，我是鹏鹏。燃气灶现在我们家家户户都有，不管是烧天然气或者是烧煤气，都有这样一个灶。但是用久了之后，它上面会特别的脏，做饭的时候有可能会有汤汁残留，炒菜的时候又会有油脂残留。我们可以把它全部取下来看一看。像家中这个燃气灶用了好多年，看起来都已经锈了，并且拆开以后下面特别的脏，不仅锈迹斑斑，而且油脂也非常的多。而燃气灶我们每天用来做饭炒菜，因此一定要给它定期清理干净哦。有很多朋友会花钱购买清洁剂，其实大可不必。这里先用一张纸巾把这些掉下来的锈迹碎屑给它擦拭掉，以免影响咱们后面的一些操作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用毛巾或者百洁布之类的来擦拭，都是可以的。擦锈迹的过程当中，可以看见，尽管这些碎屑被擦拭掉了，但是燃气灶上面依然看起来特别的脏。那么这里我们就要进行下一步清洁。首先找出家里面的食用小苏打，食用小苏打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吧？它的主要成分是碳酸氢钠，并且作用也非常的多。清洗水果蔬菜、蒸包子、馒头，去除异味，还有去除油污的作用。这里我们把食用小苏打慢慢的在燃气灶上面撒上一圈，看见特别脏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尽量多撒上一些，像差不多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找出一个这样的小刷子，把食用小苏打均匀的刷在燃气灶上面，这样可以让食用小苏打均匀的涂抹在燃气灶上的每一个部位，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再找出家里面的这种白醋，白醋它的主要成分是醋酸。众所周知，醋酸有软化的作用，也有清洁作用。我们只需要把白醋倒在食用小苏打上面，这里建议用一个勺子，以免直接拿着醋瓶子倒，那样会造成浪费。把白醋淋到食用小苏打上面的一瞬间，它会产生大量的气泡，这是正常情况。因为这是食用小苏打和白醋碰撞在一起所产生的化学反应，并且淋过的地方可以看见，有的脏东西都已经开始出来了。直到用白醋把食用小苏打给它均匀的淋上一遍就可以了。最后用纸巾给它贴起来，这样可以防止白醋在空气当中快速蒸发。因此，这个步骤是必不可少的。直到将一整个燃气灶都贴上一圈纸巾即可。像这样就已经差不多了，咱们让它静止差不多10分钟左右。这段时间就可以让燃气灶上面的油脂污垢得以软化，方便我们快速清洁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可以把纸巾给它撕开，并且可以看见纸巾上面已经很脏了，说明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。接下来就直接利用这个纸巾，把燃气灶上面多余的污垢、油脂给它擦拭一下，多多少少也能擦拭掉一些，并且擦拭过程当中可以看见它是特别的脏。当然了，擦拭过后我们也可以看见，虽然说一些污垢已经掉落，但有些还特别顽固，因此现在可以挤上一小段牙膏，再撒上一些食用盐。众所周知，食用盐它的颗粒摩擦感特别的强，
这样一来可以增加摩擦感，而牙膏它也具有非常强的清洁作用。最后找出一个牙刷来刷洗就可以了。通过之前白醋、小苏打的清洁，以及现在食用加牙膏的清洁和摩擦，可以看见上面顽固的污垢也已经逐渐开始脱落。当然，刷洗过程当中建议使用这种牙刷，尽量不要使用钢丝球，因为钢丝球它材质特别坚硬，如果这样刷，很可能会导致燃气灶表面破损。然而，牙刷它的刷毛非常的柔软，并不会对燃气灶造成任何的损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容易。如果觉得还不错，或者对你有一点帮助的话，那么就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，因为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。直到将力所能及的地方都用牙刷刷上一遍即可。可以看见，经过刷洗的地方，基本上上面的污垢已经逐渐开始脱落，这也说明这个方法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再次用一张纸巾把上面多余的脏东西给它擦拭掉，因为纸巾直接擦掉后可以扔掉，而如果用毛巾，那么我们还得多清洗几次，因为毛巾是不可能直接扔掉的，那样就太浪费了。可以看见擦拭出来的东西它到底有多脏。最后再找出毛巾或者百洁布进行2次清理，尽量在热水下冲一冲，然后把水挤干，以免上面有油脂出现再次凝固的情况。看一看经过擦拭的地方是否已经变得特别的干净呢？然后再把毛巾清洗一下，对燃气灶进行2次清理。可以看见，经过2次的清理，不能说燃气灶焕然一新，但是和清理之前相对比，那也是天差地别的区别。因此，这个方法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所以啊，朋友们，如果你家的燃气灶油了、脏了，那么不要花钱去购买清洁剂，用这个方法就能把它清理得干干净净哦。最后把燃气灶给它安装回去即可。当然了，像这些燃气灶上面的部件，如果你需要清理，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大盆子中间，用白醋使用小苏打来浸泡上一段时间，那样也会把上面多余的脏东西以及锈迹给它抛掉一些哦。关于清理燃气灶，你还有更多其他的方法吗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，这个方法还不错吧？